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232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你们的亚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来自于李宁的全程11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我们还是老样子，先来给这一双鞋的外观打一个分吧。这一次首发的是这个晨曦配色，对于这个配色，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了吧？黑色的鞋身搭配上粉紫色的中底，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晨曦这一个配色。不过我个人对于深色的篮球鞋一直都不太感冒。但是在我购买的那个时候，已经市售的配色当中，除了它就只有一个兔年了。在这两者之间，我还是觉得这个晨曦配色会更酷一点。这一次的全程11代采用了全掌的泵，并且将泵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裹，而在其他方面跟上一代的区别并不大，甚至在整体的造型上，两代之间的变化也并不是特别的明显。在后跟也有着一块外置的软质 TPU， 不过这一块 TPU 不像上一代身上那么的鸡肋，它还是有它实际的功效的。在实战方面，我们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。相比上一代来说，它在大底方面的提升是最大的。全程10代的大底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是比较一般的，除了声音大一点，听起来唬人一点之外，在抓地力以及吸灰方面的表现都不是很好。而这一次的全程11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，球鞋的大底采用了全掌的人字纹纹路，抓地表现非常棒，每一下蹬地或者急停的时候，脚底下都能够踩得特别实，不会有多余的滑动，并且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实战，只需要用手擦拭一下鞋底，它就能够牢牢地抓住地面。虽然确实会吸灰，但是灰尘粘在上面之后，很容易把它擦掉。在吸灰方面的表现，我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这一双鞋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，比上一代可以算得上是得到了全方位的升级，不管是抓地还是吸灰，表现都更为出色，并且大底所使用的橡胶在硬度上也非常可观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它的大底橡胶是分为2种材料的。在4周1圈使用了半透明的橡胶，它的硬度在硬度计的测试下在60左右，表现相对比较一般。不过在一些主要发力点位置处的这个黑色橡胶，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能够达到70以上，硬度非常高，再加上它还算不错的纹路深度，用来进行室外的实战一点问题也没有，即使是水泥地也可以坚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。中底方面的提升也可以说是比较大的，从原来的全掌 Light Foam 加上内嵌式的泵，改为了现在全掌的泵，在脚感方面的提升自然不言而喻。虽然定位偏向外线，但是在缓震方面的表现也完全没有问题，不管是缓震的力度还是缓震的极限，都有着明显的升级。我180斤的体重穿这一双鞋，即使是单纯用脚后跟着地，也完全不会有震脚的感觉出现，并且在缓震得到提升的同时，它在场地感以及反应性方面的表现也依旧出色。在发力蹬地的过程中，基本上不会有泄力的感觉出现。虽然它的中底并没有延伸至前掌的 TPU 键覆盖，但是它在中底的中后段这一圈都使用了 TPU 键进行了中底材料的包围，不仅能够控制住它中底缓震材料的形变，控制住它中底的力线，还能让这一双鞋拥有出色的中底滚动感。在进行全场的跑动过程中，球鞋的前后掌过渡十分流畅，它的中底龙骨落差是比较适中的，并没有明显的前低后高或者前高后低的感觉，不管是打半场还是打全场都可以选择它。在鞋面方面，与其说是进步，倒不如说是改变。球鞋的鞋楦进行了一定的放宽，比上一代的全程10明显要宽一点。上一代饱受诟病的脚型适配问题，在这一双鞋身上不复存在。不过宽脚的朋友要选择这一双鞋，可能还是够呛。虽然鞋楦略微加宽，但是依旧是一个正常宽度的鞋楦，更加适合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偏窄的朋友去进行选择。如果你的脚型偏宽，穿这一双鞋可能还是会出现侧面 TPU 顶脚的一个问题，这一点你必须要了解到。在鞋面方面的提升，我觉得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它的鞋带了。虽然它的系带系统是比较普通的，但是它的鞋带是这种一节一节的有纹路的鞋带，设计理念跟之前我测试过的维金斯1代一样，这一类的鞋带在系紧之后基本上就不会出现松动，在实战的过程中不用担心它的包裹会随着穿着时间的上升而下降。虽然鞋带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，但是俗话说得好，细节往往就决定了成败。它的整体包裹体验十分出色，在系紧鞋带之后，脚在鞋内的每一个位
位置基本上都没有多余的空间，并且在动态锁定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。在做侧向蹬地或者是变向动作的时候，脚在鞋内不会产生位移，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。鞋面的内部填充也做得恰到好处，在尽量保持鞋型修长的一个前提下，也努力保证了它鞋面的舒适度，在弯折的过程中并不会出现鞋面硌脚的情况，整体在包裹、锁定以及鞋面的舒适度方面都没有问题，很棒。并且它在鞋面的强度方面也有着出色的表现。虽然全程11只使用了这种最普通的工程网布，但是这种材质是节省成本与鞋面强度之间最好的一个答案。而且就因为它的鞋面材质用的不是什么笨丝啊之类的高端材质，所以这一双鞋后期2级市场上面的价格一定还会继续下降。想便宜一点入手这一双鞋的朋友可以继续等待。虽然这种材料是比较低端的，但是它在实际的穿着体验方面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鞋面的强度 OK， 并且延展性也比较低，再加上球鞋侧面大面积的 TPU 材料加持，让它在侧向支撑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。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双脚。不过它的足弓支撑略微还是有所欠缺，看看它足弓处的造型，你想到了哪一双鞋？没错，它在足弓处的设计跟韦德之道10几乎完全相同。这一双鞋也一样，在足弓处并没有放置动态鞋带孔，穿久了之后足弓还是会感觉到有一些疲惫。脚踝处的鞋面也改用了类皮质鞋面，加上硬度更为出色的编织材料。后跟处的这一块有点像是不知道什么动物的护甲一样的这一块 TPU 片，也是与鞋面相贴合的，不像上一代一样只是一个装饰。这一双鞋上面的这一块 TPU 可以起到加强球鞋后跟强度的作用，并且下面这一块包裹住中底的 TPU 也在后跟处有着比较高的上扳幅度，几乎与上面这一块 TPU 相连。后跟处的整体强度非常高，能够很好的支撑住脚踝，也能够很好的提升球鞋后跟处的稳定性。球鞋后跟处的大底是没有做出明显的外扩设计的，而这样的 TPU 设计能让它在后跟的稳定性得到保证。而在前掌，它的外扩非常明显，加上它宽大且相对平整的大底，以及它较低的中底重心和全包围式的中底缓震材料，这一系列的设计都让它在稳定性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，非常棒，真的非常棒。在重量方面的表现相对就比较平庸了，单支42码的全程11重量是393克，并且它的整体重心也是在它的中下段的。好在它的鞋脚一体性表现比较出色，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还算不错。这一双鞋真的非常棒，非常出色。我先声明啊，这一双鞋我是自己买的，李宁的商单以我的粉丝量根本不可能接得到，大家可以放心看。而且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，我的商单都是没有7号，也没有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这一句话的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分辨，好吧？恰饭我觉得不寒碜，但是我尽自己的可能让你们知道哪一期我是恰了饭的，好吧？我的初衷还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来看待每一个产品。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S 减，这一双鞋绝对会成为2023年你去外面打球，在球场上看到穿着人数最多的一个鞋款。除了在足弓支撑方面略有不足之外，它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棒。而且这一双鞋也没有任何的穿着门槛，对于脚型的适配也明显比上一代更广。这一双鞋在2023年的销量榜单上面绝对会名列前茅。现在2级市场上面500左右的价格，我觉得也是完全值得购入的。当然，它后续的价格一定还会下降。如果你想要更便宜一点购买这一双鞋，就继续等待；如果你不差钱，直接买就完事了。只要你是偏外线打法的球员，这一双全程11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，在尺码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是比较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，我是亚当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，希望你可以关注我，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啦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